杨紫与李现主演的古装新剧《锦绣芳华》预告片一上线，便引爆全网。仅8小时，微博话题阅读量就突破7.2亿 ，B 站上的二创视频更是图榜热搜，热度势不可挡。这对曾在《亲爱的》热爱的中擦出火花的荧幕 CP， 再次合体，直接掀起一波回忆杀。而这一次，他们带来的不仅是情感冲击，还有视觉盛宴。不少网友已经将《锦绣芳华》封为古偶服画到天花板。从预告片来看，无论是场景布置、色调运镜，还是服饰造型，都细致的令人惊叹。光是杨紫一人就换了87套唐风造型，从温婉端庄到飒爽英姿，每一帧都是壁纸级别的美感。她以细腻的表演与绝佳的适配度，再次诠释了古装女神的定义。更令人佩服的是剧组在制作上的狠劲与匠心。为了还原盛唐风貌，剧组实地奔赴洛阳，在实景地头种了整整3个月牡丹，只为呈现那一场惊艳的牡丹花卉。据悉，单集制作成本就超过800万元，可谓是下足了血本和诚意。在如今快餐剧横行、绿幕抠图泛滥的环境中，锦绣芳华的出现无疑让观众看到了古装剧真正应有的质感与审美。而杨紫与李现的再度合作，也成为这部剧的一大看点。一个是收视女王，一个是热度男神，两人默契十足，火花四溢。如果说剧名《锦绣芳华》寓意繁华绮丽与岁月沉香，那么这场作品本身也正以其沉淀与用心，绽放出属于国产古偶的高级质感。这不仅是一场关于爱与命运的故事，更是一场关于美、情与信念的艺术呈现。为了拍好《锦绣芳华》中的一场重头戏，剧组在洛阳租下了整整200亩的，亲手种下了12万株牡丹，几乎囊括了青龙、卧墨池、瑶黄等珍贵品种。不是花期刚好，而是剧组提前几个月就安排育苗、移植，只为还原一场盛唐花海的极致浪漫。其中一场花海打戏更是堪称疯魔级拍摄，光这一幕，剧组就整整拍了19天。杨紫与李现吊着威亚，在牡丹花海中翻飞搏斗，每一个腾空、回旋、落地都必须精准卡在花海的最佳视觉角度。每天拍完戏，演员身上都沾满了花粉，护肤品都救不了那种春天过敏妆。而最崩溃的莫过于场务人员。一位工作人员苦笑着吐槽，每天都在扫花瓣，扫到怀疑人生，真有几次差点提辞职。但正是这种近乎变态的细节执着，才换来了预告片中那1秒钟惊艳四座的花海镜头。要知道，在如今绿幕加特效能解决一切的古偶制作中，锦绣芳华剧组还坚持实景拍摄、实物搭建，不惜成本、不省时间，只为呈现一部真正有质感的古装大剧。这不仅仅是对观众审美的尊重，更是一次对国产剧工业水准的正面挑战。当精雕细琢遇上演员的全情投入，这场花海里的飞舞不只是视觉奇观，更是剧集幕后那些不为人知的芳华，在每一个细节里悄然盛开。锦绣芳华之所以被誉为古偶服画到天花板，绝非虚名。剧组在美术、造型上的投入几近疯狂，细节之精，令人啧舌。美术指导陈浩中在采访中透露，杨紫有一场出场戏穿的那件孔雀翎披风，竟然使用了整整4782片真羽毛，每一片都经过挑选、定型、熨贴，再由4位资深绣娘轮流手工绣制，整整耗时58天才完成。而最令人瞠目结舌的，还属那套号称克金皮肤的金线蟒袍。据说这件戏服光是布料成本就相当于一辆宝马3系的价格，而衣服上的牡丹暗纹更是需要特定角度的光线才能显现出若隐若现的华丽光泽，
极具视觉张力与艺术价值。如此极致的追求，让不少粉丝直呼不是在看剧，是在看国风高级定制走秀。在如今多数剧组还在使用批量生产的淘宝风服装时，锦绣芳华的服化道已经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升级。每一针一线，每一层叠加的纹理，甚至一根细带的流苏走向，都体现出工艺的考究与诚意。这不只是简单的服装设计，而是将传统美学与现代影视语境完美融合的视觉叙事。当杨紫身披孔雀翎缓步走入牡丹花海，光影洒落间，羽毛轻颤，金线微闪，仿佛整部剧都在呼吸，那一刻的华贵与典雅，已远超普通古偶剧的审美范畴。正是这种看似费力不讨好的坚持，才铸就了锦绣芳华在预告期便收割好评如潮的质感口碑。它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致敬，更是一次视觉艺术与工艺精神的完美对话。不少眼尖的网友在锦绣芳华预告片中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叹的细节：李现身穿的战甲胸口有3道呈扇形展开的裂痕，居然与唐6典中记载的横刀劈砍伤痕迹完全吻合。这一发现让不少历史爱好者拍案叫绝，纷纷表示这剧组是真下了功夫。对此，剧组兵器顾问张啸天也正式回应，不是巧合，所有铠甲、冷兵器都参照西安何家村窖藏文物一复刻。比如李现所佩刀，其刀鞘上镶嵌的绿松石颗粒数量与文物完全一致，就连金属断花的方向与纹路也严格按照唐代兵器工艺标准还原。在制作这批兵器时，剧组不仅请来了文物修复专家进行考据，还实地走访博物馆，与文史学者反复确认每一处细节。我们希望观众看到的不是简单的道具，而是能经得起历史推敲的真实。张啸天说，这些铠甲不只是李现角色的身份象征，更是一段历史的再现。当他身披铠甲，策马冲锋，裂痕斑斑，尘土飞扬，那种真实的破败感和年代感扑面而来，远比任何电脑特效更具震撼力。这不仅仅是服化道精致，更是一种态度对历史的尊重，对观众的尊重。锦绣芳华用实打实的诚意，打造出细节密集的古装质感宇宙，哪怕只是一个刀鞘、一道裂纹，也值得被反复回味。这就是一部真正的好剧该有的样子。还记得《国色芳华》里那个被退婚、命运多舛的商贾之女何为芳吗？到了锦绣芳华，她已经完成了从被动受命到主动出击的逆袭，彻底开大搞事业了。在预告片中，一幕红衣策马闯宁王府的画面燃爆全场。杨紫饰演的何为芳骑马破门，身后跟着300药农扛着锄头，浩浩荡荡与王府兵丁对峙，画面既有江湖豪情，又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大女主气场。网友直呼，这哪里是古偶，这是热血创业史啊！更让人佩服的是，为了演好毋庸唐制药的桥段，杨紫提前3个月进组，跟着专业中医师系统学习望闻问切。据剧组放出的花絮显示，她不仅认真研读《本草纲目》，还每天坚持练习把脉，连柴胡和银柴胡都能在闭眼状态下分辨出来。我们原本以为她只是来演的，没想到她是来真的。一位参与教学的中医老师感叹道：“不靠剪辑，不靠特效，锦绣芳华对职业细节的尊重，成就了角色的可信度，也成就了整部剧的质感。杨紫对角色的投入，从来不是嘴上说说，而是真正一针一线地缝进角色生命里。这次的何为芳，不再只是柔弱女子，而是能带人闯王府，能种药制药，也能以一己之力撬动朝堂风云的坚韧女将。而杨紫也再次用实力证明，她的成长和角色一样，
都在一步步向真正的大女主进化。在锦绣芳华的众多高光瞬间里，最让 CP 粉集体尖叫的，莫过于蒋长阳亲手为何为芳戴上珠钗时说出的那句低声告白：“我护的从来不是江山，是怕你治不好天下人，累着自己。”这一幕虽无轰轰烈烈的表白，却胜过万千情话，戳中无数观众的心巴。更让人惊喜的是，这句台词并非简单的原创情话，而是改编自千金坊序言中流传千年的经典医者之语。有网友考据出，剧本早在前几集中就已埋下多处暗线，而这一句台词的真正含义，竟是贯穿全剧36集的情感与价值观伏笔。原著作者也在社交平台亲自盖章认证，这一句是我最早写下的，也是最舍不得删的。这不仅是一句浪漫台词，更是蒋长阳对何为芳人格理想的深刻理解。他懂他的坚持，也心疼他的执着。在他执意扛起悬壶济世的重担时，他愿意成为他身后那道安静而坚定的守护。而这份深情，不靠甜言蜜语堆砌，而是用行动与沉默诠释，打动人心。正因如此，这段情感线才如此动人，不是为了谈恋爱而谈恋爱，而是在共同信念中生长，在岁月沉淀中发酵。锦绣芳华用一枚珠钗和一句话，完成了一场最有分量的情感告白，也再次证明，好剧的浪漫永远藏在细节里，埋在真情里。截止5月17日中午12点，电视剧《锦绣芳华》预告片在腾讯视频的播放量已经突破1.3亿，热度堪比夏日高温。在檀木区，观众被杨紫红衣闯王府，李现披甲出征的名场面彻底拿捏。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一句话霸屏超42万条，简直成了今夏最具代表性的名场檀木。与此同时，抖音也被锦绣芳华仿妆挑战彻底点燃。挑战赛上线仅6小时，相关话题视频播放量就飙破4亿。尤其是美妆博主陆先生发布的何为芳面液妆教学视频，因高度还原剧中妆容细节，加上步步解析的手法，迅速走红，点赞量高达287万。不少粉丝留言，一整个被杨紫的盛唐美学拿捏住。剧中87套造型已然成为年轻观众的换装灵感库，仿妆、cosplay、剪辑、混剪轮番上阵，全平台热度飞涨。不仅如此，连洛阳种牡丹唐代铠甲复刻等幕后故事也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引发一波又一波考剧型追剧的狂热。从影视剧变成全民审美风向标，锦绣芳华不仅抓住了观众的眼球，更抓住了内容、造型与社交传播的融合密码。它不只是一个故事，而是一次跨平台、多圈层的文化现象级事件。这个夏天，有多少人是看着牡丹开，顺手把妆学了？答案正在刷新中。3个月前，网络上还充斥着杨紫李现三搭必扑的冷嘲热讽，如今却悄然变天，曾经唱衰的人纷纷打脸倒戈。曾被嘲塑料感十足的牡丹花海，如今正片一出，秒变视觉大片。每一帧画面都带着清晨的露珠光泽，甚至连花瓣上的微小纹路都清晰可辨。幕后花絮显示，剧组动用了军用级微距镜头，只为拍出真实又梦幻的唐风意境。更令人意外的是，早前一度被吐槽未加爆妆的李现战损造型，在正片中彻底翻盘，脸颊上的淤青呈现出从深紫到黄绿的渐变，极具层次感。医学博主皮科医生老徐出面分析称，这种色泽变化与钝器击打后第3天皮下出血状态几乎完全吻合，别说写实了，简直像进了法医教科书。网友们纷纷感叹，这剧组是拿显微镜拍戏的吗？从花瓣的走线、
道伤痕的血色锦绣芳华，用细节狂魔的姿态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反转。就连黑粉也不得不承认，这不是翻车现场，而是工业化美学的教科书。事实证明，真正打动观众的，从来不是噱头和热搜，而是剧组肯为一滴漏、一抹伤、一个眼神下足功夫的诚意。而杨紫李现第3次合作，不靠话题抢炒，却用作品狠狠回击了所有质疑好戏不怕晚。谁能想到，一部还未正片上线的古装剧，竟能带动文旅、制造、学术3界组团出圈？锦绣芳华预告片一上线，洛阳文旅局反应堪称神速，当天就上线锦绣芳华同款牡丹游，吸引游客沉浸式打卡。西安的大明宫遗址公园更是连夜布置了剧中同款唐风灯笼阵，仿佛一夜穿越盛唐。与此同时，淘宝平台数据显示，和潍坊同款花店贴搜索量飙涨 743%， 位于义乌的2家饰品工厂直接接到紧急订单50万件。有店家直言，最近光是花店贴一天能卖出3000单，仓库都快搬空了。而最离谱的，莫过于学术圈的热情围观。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长安喵喵娇连发5条微博点赞剧组用心，称剧中波斯商人说的粟特语比不少纪录片都讲究，甚至还手动标注语音转写，引发语言爱好者集体围观讨论。中国丝绸博物馆官方更晒出对比图，证实杨紫所穿襦裙上的菱格纹图案竟与吐鲁番出土的唐代织物几乎一模一样。这种程度的考据，连专业文博机构都忍不住要实名点赞。一部剧引发全域联动，从美妆到文旅，从电商到博物馆，锦绣芳华已不只是娱乐消费，更像是一场全民参与的唐风文化节。谁说古偶剧只能靠滤镜？这波是真，剧组用细节和诚意带火了一座城、一段历史。